好了，你快点把粥喝了，我有正事要跟你说。怎么又有股血腥味儿啊？罢了，这几日喝了这粥之后，身体倒是爽快了些。哦，对了，你有什么事要同我说？哦，你听说菊诺要被判枭首之刑一事了吧？听说了。不过这菊诺就算是犯了什么错事，作为他的父母，不都应该想法子遮掩一二吗？为何上君竟直接把他送上了刑台问斩呢？其实菊诺并非是上君香里阙的亲生女儿。啊？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她们姐妹俩的故事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相传，上君香里阙的王位是弑兄而来的。他所宠爱的青化夫人，其实是他兄长香里音的妻子。当年青化夫人本想以死殉父，可腹中怀了菊诺，于心不忍，再加上香里阙爱青化心切，便留下了菊诺。青化夫人这才改嫁给香里阙。所以，菊诺的亲生父亲是香里音？没错。留下菊诺，不过是当年香里阙万不得已的一个下策。香里阙早想除掉菊诺。唉，说来是菊诺自己不争气，竟与夫子私通。青化夫人虽然尽力为菊诺隐瞒，想让整件事情布置成菊诺所怀的是下一任神官长的局面，但这次你和西泽的事情困住了菊诺和青化夫人，而香里阙就把握住机会，找到了证据。这个菊诺也是自作自受，谁让这菊诺和长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我呀？我正想着要怎么给他们还回去呢。这倒好，如今用不着我亲自动手了。不，这次你必须要救他。为什么呀？我知道此事有点强你所难，但救下菊诺，非你不可。为何？你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跟你说过的，有几桩决定阿兰惹终局的大事，必须要由你帮忙，做出相同的决策。这便是第一桩。当年菊诺行刑时，是阿兰惹将他救下，所以这一次还是需要你照他的做法再走一走。况且这也是你能够离开阿兰惹之梦的关键一步。那好吧，那即便是如此，你也要给我一个当时阿兰惹的理由。他虽然不如我这般折腾，但是他以前同菊诺结的梁子也不算少啊，为何他当此关头却要救菊诺一命呢？因为他当初要救的并不是菊诺，而是沈烨。沈烨？这又从何讲起啊？行刑当日，沈烨飞身相救菊诺，不料遇险，阿兰惹挺身而出将两人救下。当时我以为他与沈烨一直心存嫌隙，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会救沈烨，是因为喜欢他。那沈烨呢？阿兰惹救下了沈烨，沈烨知晓阿兰惹的真心吗？比翼鸟一族将贞洁二字看得很重。青化夫人一身是二夫，沈烨并不赞同。改嫁给乡里阙的青化夫人生下2位公主，他都看不上，尤其是阿兰惹。这3个公主，唯独菊诺才能入他的眼。可是阿兰惹救下了他呀，阿兰惹救下他，那可是需要以身相报的大恩呢。那他们俩后来如何了？阿兰惹虽救下2人，但上君下令将菊诺贬为庶民，永不得再入王都，而说沈烨徇私有辱圣旨，并将其驱逐出齐南沈国。而阿兰惹假托西泽大人的名义，请求上君让沈烨入住自己府中，帮他致戒。致戒？
他以献剑给九重天太子殿下做生辰礼为由，将沈烨保护了下来。不过沈烨怕是不了解阿兰惹的苦心，在他看来，阿兰惹将他牵制在府中，不过是为了要囚禁他，报复他罢了。沈烨这不是在以怨报德吗？真是替阿兰惹不值。我时常想起阿兰惹说过的一句话：为仙，为人，必须要随心、随缘、随事。可惜，阿兰惹的心在沈烨那里，但缘和事并不在沈烨那里。你说，阿兰惹他为何非要当一个好人啊？他为何非要活得这么累啊？如果阿兰惹有你一半看得开，或许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不过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要好好想一想。今晚的宫中，怕是又有大动静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行刑当日，阿兰惹飞身跃上行刑台，手握白刃，以血祭刀，这才将他们两人救下。救人便救人，为何要以血祭刀啊？举诺所犯之事虽不光彩，但毕竟是公主问斩，要载入史册的，所以做足了学问。观刑之人仅限宗亲，处刑地定于神宫前的灵书台，行刑之人必是从3代以上的刽子手世家中挑选出的佼佼者。比翼鸟族的斩刑竟然有这么多讲究。最讲究的是这刀，比翼鸟族的圣物白虎刀。白虎刀？白虎刀必须以问斩之人的腕血开刀，放出护刀的双翼白额虎。这白额虎会吞食被斩之人的血肉元神，并将元神困于刀中，不得往生。啊，这么可怕？那这白额虎如此凶猛，我若敌不过怎么办啊？你先别慌，我正要告诉你如何将那头虎关回去的法门。白额虎嗜血，你只要主动以生血喂食它，再用灵力将它封印回刀中，便可救下沈烨和举诺。还要用生血去喂食它？反正流的也不是你的血，是阿兰惹的，你怕什么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是疼的人还是我呀。这阿兰惹可真是不怕死，我最怕疼了。